我觉得婚后生活都应该是付费观看的。可会撒娇了。怎么撒的？你说救命啊，然后小无敌就会出现。哎呦，我是为了你才来这个戏的，然后他就会开心一点。感情这种东西不好说的啦。神剧亮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月，叫什么？陈哲远。远。神剧亮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哲远。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对方在剧中诠释的角色吧。他的成长环境都是我赋予的。对啊，你来说一下你亲儿子的。我儿子吧是这样的，他从小都我就没给他写他有爸妈。肖无敌就是我笔下的一个反派嘛，然后看起来比较腹黑，比较那个臭屁，其实是一个很暖心的人。沈老师饰演的这个男性力气很大，然后很温柔知性的一个很美丽的女作家，然后智商也非常的高，能写出一个这么迷人的反派。叫人头大呀！他的追星啊，然后他扔铁饼啊，这些就跟我的生活其实离得还挺远的。但是人物本质上呢，都是比较有正义感、比较善良，比较开朗乐观的一个女孩。就这点跟我本人还是比较像。还挺会夸自己的。私下里怎么称呼彼此呀？我就都叫他小陈。我叫他老沈。没有，我没有这样叫他，我就叫他沈月或者男星。合作之后，对方有没有让你感到反差的地方呢？就是他在片场经常会出一些鬼主意，在剧本上面。经常放个屁啊什么的。我有叫他放过屁。对，他有叫我放屁。别的偶像剧绝对不会女主角在被窝里放屁给男主角闻到。他很欣然的接受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有偶像剧的女演员能够为了剧情干出放屁这种流口水，还好吧？剪鼻毛，还有剪鼻毛啊，剪什么？所以沈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敬业，就是为了演戏一腔热血的一个女演员。她也很敬业，她每次就是在研究剧情啊，然后跟我讨论这场戏演的怎么样，真的很敬业，很认真。谢谢。不客气。你们在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也经常这么夸彼此吗？我们都是很真诚的夸。对，我刚刚说的都是真心话。和我们聊聊剧中第一次相遇的那场戏吧。第一次相遇的戏其实是在水底下拍的。你来讲水底那场戏。冬天拍的。对，在水底下，他上来的时候就抽着筋上来了。他说：“太冷了，我拍不了了。”就这样，然后结果第二条他又下去了。我真的要在这儿很发自真心的夸一下这个沈老师。当时的设定是这样子的啊，本来一开始说要去横店的水下摄影棚，因为他们那个是有恒温的，对，恒温的专业的设备，但是因为档期，我们当时只能去宁波的一个什么海洋馆，然后那个水还是咸的。海水，那个水，我们下去的旁边就有2条金鱼。他把它暂时就是放到别的旁边的那个水池里面，然后我们租了他原本用的那个水池，然后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些它的排泄物以及那个咸的海水，特别冷，真的特别冷，而且我们还要在底下睁开眼睛。他还需要睁开眼睛，然后往下游去找我。我在下面就是得闭着眼睛，装作没有呼吸。让我很震惊的一点是，沈老师下去之后，他虽然也能看得出他很冷，他上来之后就是裹着那些浴巾，他还在那儿问导演说：“刚刚那个 OK 吗？不 OK 的话，他还行。”然后这让我觉得，那他去拍好了，我可不去了。不是你明明也下去了。这一次演肖无敌在古代装和现代装之间切换，感觉如何？都挺帅。你有啥感觉？因为我看你古装造型看的比较少，就是你每次出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哦，心里还是会那个惊喜一下的。哇哦，有没有很爽的感觉呢？你换了一个问法，同一个问题是吧？爽。对，上一个问题就是想要你回答很爽。问爽在哪儿？和我们展开聊聊剧中男星被肖无敌治愈的过程吧。肖无敌帮男性化解了这一切。其实他的灵魂是毛小军，
赋予的。我是另外一个男人写出来来保护他的。就是面对我的过去的伤痛，然后告诉我那些都不是我的错。这句台词我跟好多男主角讲过，以前都是我的男主角有问题，然后我都跟我的男主角说这些一切都不是你的错，别人说都没有用，必须要这个女主来跟他说，对，他才说啊，原来不是我的错，对，谢谢你，是你打开了我的心结。肖无敌和南星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变化呢？他就是一个有点腹黑的一个熊孩子，他自以为自己很厉害，所以他其实比较像一张白纸。在这个跟南星的相处过程中，他就是一直在这个纸上添砖加瓦，然后你后来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男朋友了。之前真的是像儿子，就什么都不懂，然后到处去闯祸。我咋感觉就是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比较像是哪有啊？你那后面越来越像儿子。那种样子，谁想跟你谈恋爱？你那种样子。电视剧里的霸道总裁不都是那么演的吗？你开始真的很像一个那种熊孩子，整天无理取闹。但是后来你就会比较体贴人啊，然后也会给男性准备很多小惊喜啊。你不觉得你后来更像男朋友吗？剧里面有没有一些戏份是你们两个即兴发挥碰撞出来的呢？其实我觉得婚礼那场戏改的挺多的，就是我们两个现场各自己写的词，那个时候也拍到后期了，对角色都有一些感受了，我就自己把对角色的感受写进那个婚礼的誓词里面了，我觉得还挺好哭的。既然聊到婚礼，就和我们分享一下婚后日常吧。沈老师刚刚说了，都是为了凑集数用的嘛。我觉得婚后生活都应该是付费观看的，对，是吧？也不是付费给平台，是付费给我。对于剧中角色的爱情观，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呢？就我觉得我们这个剧想表达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勇敢的去爱，然后相信爱情，珍惜当下，勇敢的去爱，不要怕，就不要有什么顾忌啊啥的，趁现在自己能爱的时候就去爱。在剧中你们一起体验了很多，你们觉得最浪漫的是什么呢？哎，我想到有一个，你给我体验那个童年，体验出生，那场戏，对，因为那场戏是我当时去到现场之后，他们没有人搭理我，就是他跟导演一直在那聊聊半天，那场戏还挺感人的。反正我当时我自己是有感动到的，因为没有提前跟我说嘛，都是真实的反应。你们两个对对方心动的节点是什么呢？感情这种东西不好说的啦。我记得有一场戏，那个时候我要去上班了，给你拿了个便当，可会撒娇了。怎么撒了？你说是什么抱了一下？抱了一下，抱一下。那给我们现场还原一下吧。这是另外的价钱。得加钱。抱一下。哦，他特别不会演撒娇的戏。他每次剧本上有写什么，就是男性可能对小五弟有撒娇的意思，他都会表示说他那种，这是人可以做出来的动作，人是可以说出来的话吗？然后他就会帮我演一遍，他说你这样演，就是他的那个概念里就没有撒娇这两个字，我就会觉得啊，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也太……你们两个人对对方说过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呢？我是为你来说这种话合适吗？就是他非常喜欢听到一句话，就是我会跟他说，我是因为你才来这个戏的。然后他当时不管是什么心情，就有的时候心情很低落，我就会去安慰他，哎，我是为了你才来这个戏的，然后他就会开心一点。他很喜欢听到这种吹捧的话，然后他有就是无条件相信。所以你是骗我的？不是，你只是。我不能生气，我是他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真诚，就是我不像我是吗？不是，对啊。你是为了让我开心，但是我不是为了什么让你开心啥的，就是我想到啥我都会说啥。我是觉得你这个人很单纯，就是这句话我说一遍，你信了就可以了。然后后来就是无论我什么时候说，你都会因为这句话而开心，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单纯。是吗？是。我有表现的这么明显吗？我跟他说了很多的，也是我刚跟他演完，然后我说演得好啊，演得好啊，就真的我觉得他演得很好。对彼此印象最深刻的一条朋友圈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朋友圈没对我开放。
仅3天可见。哦他不怎么发朋友圈吧？我记得对，因为很少发朋友圈。沈老师的朋友圈，他好像有一个没睡着，下去下面什么吃便利店，早上凌晨5点起来去吃了个便利店，对吧？他的朋友圈都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但是这种他又很厉害，因为这种鸡零狗碎生活里的事儿，很少有人会记下来，可能发生就发生了。他还是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真的是一个天生就是做演员的料，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那一面，然后并把它记在心里，这个是我值得我应该学习的地方。你们觉得大家在追剧的时候会发什么样的弹幕呢？陈志远好帅，来喽！沈月好美，两个人都演得好啊。如何每周3准时 get 神剧亮了最新节目呢？打开爱奇艺 APP 搜索神剧亮了官方，一键订阅或扫描2维码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博、微信公众号，掌握最新剧透，追剧不再 lay back。